好，欢迎回来哈。我们上一趴有讲到了，目前呢，在大陆成都这边有个大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也就是世大运。这回世大运呢，习近平他是亲自来出席，同时接待贵宾，要大家体验一下中国式的现代化。好，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个特别值得注目的焦点。这个呢，一定是焦点了。在开幕的晚会上头看到了，好可爱哦，这个是熊猫宝宝，好，台湾叫猫熊，大家就讲了，这个国宝含量真的是太高了。在这一次习近平他的讲话宴请当中呢，他有特别提到，希望大家一起来团结应对全球挑战。好，同时呢，其实他也借着这次的活动，会有非常多的场边会晤，多场边的、多场域的来建议他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了印尼总理这个佐科威呢，也亲自的出席，还有其他国的总统呢，也通通都来，希望的就是把这个“一带一路”的规划能够做得更加详尽。很多人来，其实直白的讲，就是想要来谈经济的。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在中方呢，他们其实外交触角伸展出去之后，很多时候都跟“一带一路”都跟建设是有关系，跟经济发展也有关。所以呢，在他这个大外交的时代，外长很重要。先前秦刚呢，现在已经正式是由王毅来接任了。王毅的部长最新致辞，他说呢是要接力致力跟各国合作共赢。好，基本上王毅他先前担任外长资历已经有10年了，所以呢，真的就是回锅来掌这个大局。但是日本媒体是这样讲的，说他们其实有点担心他太累了，69岁了，但是现在身兼3职，包括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他本来的外事办主任，现在呢又再接了这个外长，担心他体力负荷太大。那大家当然另一个关心的就是秦刚呢，秦刚人在哪里？有人说呢，他其实在官网上头复活了，也就是过去的活动呢有重新上架。好，但是在历任外长的名单当中，仍旧没有看到他的名字，是被消失的。可是不管是如何，秦刚呢现在的状态很多人关注，但是在王毅确定接下外长职务之后，一切大船重新再次抵定，再次掌舵。在外交的媒体上面呢，他们就直接讲了，说这个叫做外交战士强势回归。最主要呢，就是基本上王毅呢，他在任的这几年，他是真的跟各国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的，所以呢，大家也在讲说呢，这个是真的在做事的。同时，这一次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回来？因为他最熟悉，而且现在美中之间急需有人好好的来了解中方政策，真正的做到制衡美国。美国你会问，不对呀，现在拜登不是讲了吗？希望高官之间的互访能够维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好，但是现在却传出了这个讯息，也就是呢，在年底11月，他们要在旧金山这边办 APEC 峰会，美国会是东道主，但现在说可能不会让香港的特首李建超来出席。昨天呢，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头，中国外交部这边已经很直接的强烈表达不满，甚至还提出要严正交涉。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根据 APEC 的规则，好像他们也不能直接的说他要谁来，要谁不能来。华邮这边呢，则直接的讲了，说如果真的最后美国白宫或者他们的国务院做了这样子一个决定的话，那你本来期待11月会有个拜习会，习近平恐怕就会直接拒绝你作为报复。那这样对于美中关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根本就因此而不会好转呢？科技战的部分，大家现在也在问拜登。本来说啦，7月底7月23不是说要有一个新一轮的制裁吗？都几号了还没看到，要8月了耶。现在呢，他们的讲法是基本上有在准备好。日经这边也说，他们也有看到中方这里呢，其实在5G 的晶片的部分已经开始今年要恢复产量，同时呢，他们也要开始再好好的研究高阶晶片如何突破。拜登这边则说了，你们之前一直在讲的这个行政新一轮的命令，好，比较能够压制中方发展的命令，8月应该有可能会签，只是他们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承认，如果真的是要再一次对中方的出口有限制的话，可能美国企业的收入就会大大的受损了，也无怪乎先前我们不是看到了很多半导体的大佬都直接进到了白宫里头，希望他们
三思啊。这一位先前呢当过川普的顾问，好，现在呢他也跳出来说话，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是在这个华尔街工作，他直接讲了说，其实要不要先冷静一下？他也知道哈，选举年打中国这个牌绝对是选票有帮助，但是如果是真的对经济好的话，是不是应该承认中国崛起对世界有益？这才是真的对你经济本质体制上面能够有真正的注意。回过头来请教杨老师，您怎么样来看现在世大运在进行，习近平呢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来做运动外交？因为世大运其实在层级上大概算第3阶吧，从这个奥运，然后呢到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运动哈，然后世界锦标赛，然后呢这个世大运，大运是大学的运动会，所以习近平亲自出席，我觉得当然跟这些国家领袖见面是有重要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了几个重要的国家跟他的举行双边会谈。我要讲一个重点是，我觉得美国应该要邀请李家超参加 APEC 高峰会，3个理由。第一个，美国是 APEC 的主办国，不是拥有国。APEC 从1989年成立，1993年开始出现这个非就是经济领袖的这个高峰会。那这个高峰会每年轮流由东协和非东协国家来做主办国。它其实有很多种会议，高峰会是最高潮，很多个部长会议，除了大概国防部长之外，大部分的国家的部长，这个领域的部长都会参加这个各种部长会议，还有资深官员会议。所以主办国其实已经形成一个 APEC 的惯例 ，APEC 是非常重就是惯例的，还有规则，你没有权利去选择邀请或不邀请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与会。你根本在否决人家的会员资格嘛，对不对？所以美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是主办国，它不是拥有国，因为这个样子会破坏掉整个 APEC。它的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亚太经济合作，你把它弄成派系，你把它变成这种集团的对抗，我觉得这是一个破坏整个亚洲经济合作的一个败笔。但也许拜登的用意就是如此，亚洲经济合作还得了，那就是跟中国经济合作嘛。因为美国已经不参与到亚洲经济合作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也许他是这个用意。但我觉得第二点，美国应该要邀请李家超，是国内制裁不能够当做国际对话的抵制理由。你自己不是在讲制裁还是需要对话吗？这一阵子你不是要求中国国防部李尚福部长要跟你们做军事对话？苏利文、布林肯都说，我自己都被俄罗斯制裁，我还是愿意对话。那你为什么制裁人家？你就不让他来参与这个 APEC 的高层高峰会，这也是个对话的这个论坛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刚好违背你自己本身所讲的。你自己说制裁不影响对话，那你为什么拿你自己的国内制裁常被管辖来去做这个认定？拒绝李家超的这个参与呢？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你很清楚，我觉得拜登很清楚。这个是不只是选举考量，这个基本上是不愿意中美关系回到正轨，而且不愿意真的举办习拜会，你以为华盛顿真的愿意举办习拜会？因为他看到一波这样子的这个高层到北京访问，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他觉得那个习拜会大概也不会，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把它给黄掉。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美国的错误的战略。因为它破坏了整个亚洲经济整合的重要的平台，亚洲国家应该都看得懂。好，其实刚刚这个杨老师有特别提到啊，这跟这个过往 APEC 他们一个惯例是有关则跟规则美国的大陆的外交部也特别提到，跟规则也是有关系的。李家超呢，现在呢，在这个美国这边有很多的众议员都说用人权等等的议题，甚至人权团体呢也群而希望说美国这边不要让他来。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大家等着看。好，可是回过头来请教苑老师，中方这里呢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步调，包括了我们看到他现在在很多国家进行多边
边外交，能够他自己是主场的场合，他都会抓准机会。来，袁老师，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国际社群的认可。因为中国已经完全理解到，所谓的欧美为主的西方国家是基本上不愿意看到中国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利用任何国际的场合，包含世大运这种第3级的运动会，都是由这个总书记跟夫人一起出席，然后接待的领袖基本上也都是所谓的南方联邦里面的主要的国家，像什么印尼啦，什么吉尔吉斯的。什么格鲁吉亚啦，这些国家的总统，目前为止我自己观察到的，大陆非常非常需要另外一种国际，也就是非西方国际对大陆的全面支持。所以我会觉得说，目前西方对中国的打压跟压制，那个可能在短期内会让人感觉到来势汹汹。但是长期以来的话呢，大陆的外交体系是非常非常具有成效的。大陆外交体系最有成效的地方，就是长达建国70多年以来，对于所谓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谋求良好关系不遗余力啊。所以我们最近常常看得到拉丁美洲的国家、非洲的国家对于中国本身以及长期他们交往的盟邦关系都提出了非常正面的看法。这一些国家本身原来的话呢，他们发展的过程当中，政治上有殖民，社会上的话呢有混乱，然后经济上的话呢有没有办法发展。现在这3方面的话呢，都要慢慢的跟中国合作。我必须强调，今天中国走上这种非西方国家的盟主的地位，其实是外交长期努力的成果啊！虽然的话呢，短期上来看的话呢，交的都是一些穷朋友、小朋友，但是实际上的话，他们人数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得到，大陆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世大运之下，9月份还有杭州的亚运会，亚运会的西方国家也要酝酿着杯葛啊，但是大陆一样会把这个格局做得更高，目的就是因为大陆的外交系统。我必须在这边稍微强调一下，王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实际上的话呢，外交官本身是没有个人立场的，所以外交官的话呢，身兼多职根本就不影响身体啊。这种说法，因为你从上到下，他的外交体系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你从王毅一直到他们的发言人，通通讲法都是一样，这个根本就不会有问题。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大陆的外交在2023年是一个开花结果一年。非常非常有成就。是，来彬哥你怎么看？其实习近平现在的战略很清楚，美国对中国大陆是采取了一个包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是，那他现在其实在反包围。你看很明显，这次来的光是这几个国家，比如说格鲁吉亚，我们叫乔治亚；布隆迪，我们叫普隆蒂。那这些有的是在非洲，那有在那个欧亚交界，像乔治亚就是。对。然后圭亚那在美洲嘛，南美嘛。然后毛里塔尼亚啊，然后印尼在东南亚。其实本来还有一个斐济，大洋洲的斐济要来，但他受伤了。对，然后滑手机受伤了。纽斯居然说他是不想来，所以故意让自己受伤，所以这样就不能来。我觉得纽斯这个也是瞎到一个极致。如果他真的不想来，借口各种就他说自己确诊就好了。你知道那个总统头上还贴一个大纱布他有必要身上的那个衬衫还有写字，然后他录了一个影片。对啊，我觉得他有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难看吗？我觉得纽斯的人会不会想象力太丰富？那习近平在干嘛？就是你美国对我包抄，我就对你整个反包围。你看中国大陆最近现在连美国的后院，其实美国都快要保不住。南美洲这些国家、中美洲这些国家，其实跟中国大陆的交情都越来越好，互动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习近平就是在证明一点。就是你美国包抄不了我，反而我可能会包抄你，所以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的竞争就是这样，所以外交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是重中之重。那所以这次才会让王毅回来，但是请注意哦，我认为王毅只是暂代，他应该不会太久哦，因为说真的啦，王毅他自己本身已经是中共内部，他的层级是比外交部长更高的，当然对，所以哪有让他降级的道理？请问一下，怎么可能让他降级回去？所以现在因为最近这一阵子行程真的太满，然后太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一定要让王毅这个手回来。那秦刚的这些履历又把它摆回去，代表什么？代表外界对秦刚的猜测可能都是错啊。所以秦刚的事情根本没有像外界讲的这么严重。
不然的话这些履历怎么会摆回去呢？所以我觉得中共的东西哦，很多人在那边乱扯。我记得前2天葛莱伊居然还说他在美国的私生子怎么样？我觉得葛莱伊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八卦话题人物，我都搞不清楚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啊。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不会停止。可是美国如果这次 APEC 故意对李家超动手的话，那美国就蠢了。那你过去这一段时间派了一大堆的人去拜访习近平，不都白去了吗？我觉得你不是在自己砸自己脚，因为这样的结果会造成什么？你如果不让李家超去 APEC， 我觉得习近平大概也不会去了。那你要接受这种结果吗？我真的觉得美国不要再做笨事。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则持续来看看到底国际间还有哪一些重点话题。好，刚刚呢，我们嘉宾有特别提到了，说，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吧，就几个国家。好，现在呢，到底谁跟美国是朋友，谁跟大陆这边是朋友呢？带您来看到这一位，到底你是谁的朋友？大家就想问问了。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呢，他现在来到了白宫里头，跟拜登对话。2个人之间的对话呢，拜登竟然直接跟他讲说：“哎呦，你要对我好一点哦。”为什么会这样讲？来听听原话。And Italy is going to be leading the G7. This next time around and the next year, and I also look forward to pursuing an ambitious agenda for progress. And I hope you'll be nice to me.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m the only non-Italian named the Man of the Year by the Italian Society. I may be Irish, but I'm not stupid. I married Dominic Giacoppa's granddaughter. So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okay? So be nice to me. All right. Now I know it. Anyway,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好，特别讲到了，下一次 G7 你要办对不对？哎呦，对我好一点哦。那当然，对方呢就是嘿嘿嘿，笑。好，可是问题是，其实这一次呢，去到了白宫里头，大家都知道，他们可能会谈一件事情，一带一路即将要到期了，续不续约呢？意大利总理这一回呢，当然也要表明，我是自己有决定权的，我有主权的，所以呢，拜登怎么讲，他都没有干涉我们一带一路的决策。他当然啦，他会跟他说一些话，但是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完全相信意大利会跟中国建立一个平衡关系。这个平衡关系就很有意思了。梅洛尼现在也证实了，说北京呢会是他的下一个任务。换句话说，去完美国之后，我怎么会不去中国呢？中国我也要去。同时呢，罗马还会有2个使团要抵达北京这一边，为不再续签被一带一路还有这个意大利总统呢的访问来做准备。那到底签或不签，现在大家呢都很关注。好，原因是因为在目前呢，基本上欧洲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来说，它是第一个签的，它就会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可是呢，美方这边有没有可能会有所影响？因为美方现在确实有蛮多动作的，包括南太平洋这一块，像是呢，美国的防长也就是 Austin 呢，现在离开了这个巴纽之后，就直接来到了澳洲，持续的在讲中国胁迫论，还说了，如果你们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话，你们就不用受到中方的欺凌。好，这些话当然中方现在都有所回应，但是呢，其实美澳之间他们彼此的友好关系不用多说了，都是 AUKUS 嘛，所以再一次相聚，聚焦的当然就是军事合作，还有供应链等等的话题。只是大家也知道，澳洲近几年来在换了一个总理之后，跟中方之间的关系有蛮大的一个改变，所以现在艾班尼斯也想问问他，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布林肯在跟他会晤的时候，他当然就讲啦，其实 AUKUS 呢，我们当然有信心，协议等等都能够顺利，我还是 AUKUS 的一员。只是这次布林肯也跟纽西兰喊话，说其实我们大门是打开的哦，欢迎你加入。有希望进来吗？好。在纽西兰这边的回应是什么？他们的外长叫做马图塔，直接的讲说 no， 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认为如果要加入的话，得要出卖灵魂才可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兴趣来参加。话说得很明白，但是美方现在确实在很多场域上头，他们意见表明会讲得很直接，只是大家也会开始思考，在他们
白宫这边、华府这边作证的人，是不是能够把整个战略思考的明白、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您可能不知道，现在他们这边华府的平均年龄有点高。好，比如说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了，是美国90岁的一个参议员，结果呢，他在投票的时候是人家提醒他，好，甚至还在他耳边跟他讲说 ，You say yes 就可以了，他就跟着说 Yeah，OK， 好，那另一个画面是什么？这一位，这个是麦康纳。好，麦康纳呢，基本上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个议员，81岁了，目前已经81岁，所以呢，在进行媒体联访的时候，突然原地僵住，时间不短，有长达21秒。旁边的同僚也赶紧上前说 ：“Are you OK？ 你还好吗？”好，这个画面呢曝光了之后，大家开始在思考，包括了拜登先前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不知道去哪里，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念到哪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会不会凸显出美国政坛的高龄化现象？甚至还有人说了，美国在参议院这边的议员平均年龄是64岁，这个是全球所有国会机构当中排名第7高的，担心会不会没有足够的体力还有脑力来进行非常清晰的战略判断？原因是现在金融战可能即将到来。好，美债问题前阵子才刚刚把这个天花板给打开来，但现在呢说他们的最大债主日本还有中国都开始在抛美债了。好，甚至单月减持是已经来到了304亿美元，在中国这边的持仓还破了13年来的新低点。真的会继续抛吗？你们真的准备好了这场金融角力？还不说呢，还有包括了科技战，还有包括了防务等等之间的对垒，这些真的都准备好了吗？回过头来请教杨老师，怎么样来看拜登这一回呢？很幽默的他又开始讲笑话了，要这个梅洛尼对他好一点。梅洛尼到美国来，其实最引起关注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会宣布，或者会不会宣布要退出“一带一路”？因为它是 G7 国家当中，意大利是唯一有参与到“一带一路”。对，“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分别在不同的海外的国家宣布的计划。所以，“一带一路”10周年了。突然一下子过去10周年，中间后面这几年其实碰到都是疫情。这10周年，我看目前已经累计有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的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这个合作文件当然是双边跟多边都有的，但最主要是跟中国大陆。然后呢，在今年的9月13到15号，那会在香港再一次的举办一带一路高峰会。时间很凑巧，刚好在G20是9月的9号到10号之后。所以你就看到G20代表的是西方的 G7 跟这个之前已经在8月22号举行的金砖国家，可能会扩充会员的金砖组织，然后呢共同来参加G20在印度，然后你看到隔2天在香港的一带一路峰会。一带一路峰会，我个人对一带一路的计划，我觉得是一个在国际政治经济上面一个很难得的计划。它就是一个大国提供它的所长，给予国际合作以及共同致富的公共财。那西方国家其实嫉妒的，刚开始骂它是债务陷阱，到后来 G7 从去年到今年都做出了一个叫6000亿的基建计划，要效仿之，要超越之。但是呢，到现在这个6000亿还没有看到，一个都没有。他还把民间的投资都算进去但是没有看到任何楼梯响都没有响。OK，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至于所谓的债务陷阱，我们现在都了解到。我看中国大陆前人行的行长周小川说，其实那个当然关键是在疫情期间各国的这个对于这些还款的负担的压力加重，然后呢造成的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还款的这个拖延。那可是呢，《纽约时报》自己讲《纽约时报》在3月28号的报道说，全球财务困难国家的新任紧急贷款提供者中国，而中国在过去叫还债计划，这是G20提出一个叫缓债，就是还债的这个计划，其实中国的贡献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讲人家
这个债务陷阱其实现在西方已经不太讲这个东西，所以他才想模拟一个东西出来，但连楼梯响都听不到的所谓的这个基建计划。因此这个时候“一带一路”西方的媒体大概都是集体的忽略。你看到9月13到15那个时候呢，看看有多少国家会去参与这个过程，因为他提供的就是教你怎么钓鱼，而且他的基建计划跟这些共联共结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基本的基础建设，还有数位的基础建设共同结合，变成就是说跟整个全球贸易系统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共同致富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就是说国际合作的公共财。是。那岳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他们也发现南太这里必须回防了，所以呢，除了说南太这边走一圈包括东加啦，包括巴纽之外，也来到了澳洲这里。你怎么样来看后续？我这边要稍微强调一下，这个纽西兰的外交部长马胡塔，他讲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话。他这边说的话呢，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出卖灵魂才能够加入的俱乐部。这句话的话呢，在神学当中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讲说，你跟魔鬼交易，你跟撒旦交易，你这交易的话呢，就是出卖你的灵魂，获得短期的恩惠，然后马上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这个谁都知道，在神学、在哲学当中，浮士德嘛，大家都知道这里面的故事。纽西兰的外交部长马胡塔讲这句话，所以我现在对于昂萨的五眼联盟就要出一点观念的改变，他们只剩下。纽西兰应该不能算，因为纽西兰本身的毛利人占了40%以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这种观点，认为奥库斯本身来讲是一个出卖灵魂、跟魔鬼打交易，这个骂得非常凶啊。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基本上他们都是信基督教的，那么这种产生的一个结果的话呢，也说明了现在澳洲的本身的立场，阿尔巴尼斯的立场是非常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想跟中国做生意，另外想拍美国的马屁，跟着美国走。纽西兰前不久他们这个总理叫希金斯跑到中国说，在北京吃了那个 kiwi， 说味道跟纽西兰一模一样。废话，从纽西兰进口的当然是一模一样，但是要强调什么呢？我觉得他要回归本位，说一句自己的良心话，就是要说纽西兰不参加这种出卖灵魂的事情，因为大家国家都是为自己的民生谋福利嘛。另外，我强调美国这一点，为什么美国的老人政治这么重要？这个还算年轻的，以前有个金水先生 Goldwater， 这98岁那更可怕，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做的任何事情，美国本身就是这个Mike O'Connor 他这个痴呆了20几秒的事情，我都看到，他真的是瞪大了眼睛，不晓得干什么好。实际上的话呢，美国的老人政治是有原因的，因为美国人其实基本上他们对政治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被金钱所控制，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你当官当政客当的越久，你累积的这种资本的越多嘛，所以他们又是因为说句良心话就是所有的政客心里都知道，参与政治基本上是政客的春药让你会觉得很年轻，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年轻，但是不知不觉中已经老得不像话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接下来那个总统选举，两个都是80岁以上老人那这个不晓得会搞成什么结果，那真的是让人很惊讶。来，彬哥怎么看？我觉得就是纽西兰其实他们邀请他加入这 AUKUS， 其实是有点半威胁恐吓的味道。因为一方面说，你自己本身是五眼联盟，可是你好像没有尽什么力。然后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竭诚欢迎纽西兰加入。那本来我还以为纽西兰会比较婉转的考虑，就没想到这个马胡塔直接就是用这样呛的方式直接呛回去。那我想他这个所谓的出卖灵魂，应该主要是指的是，因为美国虽然跟他讲说，你加入 AUKUS， 我们不会把核潜艇这些东西停在你那边，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加入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其实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卖澳洲核潜艇。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那纽西兰不就是完全违反自己的原则了吗？所以我觉得马胡塔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会直接这样呛，因为纽西兰反核是非常坚决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他们连纽西兰这种与世无争的国家都硬要把它拉进来，显然是什么？显然是因为纽西兰最近跟中国的关系好像很好，所以美国试图想要去裂解这种东西。那我觉得美国这种做法实在是真的让我觉得还挺可笑的，就是做这种到底对美国的战略有什么帮助吗？那美国自己的这种老人政治的问题这其实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一路以来都是这样。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明年
可能二老会再来相争一次，可能二老现在已经直接用二老来形容，真的是二老啊。对，拜登已经把他说，你刚看那个影片，你不觉得拜登看起来好苍老的感觉，精神状况好像不是很好？我觉得他还很辛苦。你们刚刚讲王毅很辛苦，王毅才69，拜登已经把他死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那美国这会造成什么？当政坛上充斥的全部都是老人的时候，很显然嘛，他们现在的想法都会导向一个东西——冷战思维。他们想法都，因为他们都是冷战时代出生的人嘛，经过那个时代，经过冷战，对，所以他们的思维很容易就往冷战那种方向去想嘛。他们现在对中国大陆的做法，完全都是冷战时代的做法，就是把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大陆塑造成输。但分析起来大部分都是空的，对，看不出来实质有可能的发展。好，接下来看一看美中哦，因为美国一连串对于中国的大陆的相关制裁，当然是对于接下来经济冲击会越来越大，力道要加大，但同时拜习又要见面呐、那到底怎么个会法？最新 APEC 到底见不到面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有一个要求哦，美国禁止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出席，因为在反送中去年的期间，曾经制裁过3个人，其中一位就是李家超，所以制裁他就不准让他参加 APEC。哇，那接下来拜习会不会有变数呢？这3位知情美国官员向华友表示，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说，白宫会禁止他出席今年的非正式会议之外。毛宁回应这件事情就是说，美方实施非法无理的制裁，本来就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霸凌的行径啊。那么以这样理由，如果拒绝邀请李家超赴美参加 APEC 会议，是错上加错。所以相关分析人士就说，那么进一步呢，因为羞辱了中国，可能习近平也会拒绝出席 APEC 吗？也拒绝跟拜登会晤吗？以此作为报复。那么安排了半天，布林肯啊，这个财政部长啊，去穿梭中国，不就是在安排这下一步吗？所以拜习会看起来还有望吗？学者李庆四说，在目前美中互动的模式里哦，美方总是言而无信，双重标准，就算再举行一次习拜会，意义不大。所以这个中美关系也不会好转，那意思是说见的不如相见不如怀念嘛？会不会见？现在真的成为很大的问号。美中交恶之后，拜登的制裁令哦，其实真的越来越加大。接下来8月还有新的措施，但是 FBI 对于中国盗窃美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出警告。美国高级官员是 FBI 的官员说，中国正在瞄准美国企业、还有大学、政府研究机构来获取尖端的人工智能研究还有产品，要增强自己的野心，进行外国的影响力行动。所以智能系统就是担心中国在科技上智能 AI 相关系统里面越来越强嘛，所以要加以限制啊。包括8月马上要登场的是拜登要制裁什么，又有新的行政命令准备签署，限制中国科技的投资，所以让很多的这个相关企业对于中国投资的门槛已经是到不可知的状况了，因为随时可能增加更多的这个枷锁跟限制条件，随时可能触法呀。那雷蒙多说，拜登政府寻求限缩对中国先进技术的出口，聚焦是恐怕被用于中国军事用途的锁喉点。那商务部长说啊，对于中国晶片禁令会伤到美国企业，可是值得啊。那所以3个 AI 相关的大巨头去白宫寻求可不可以解决一下，解释一下对企业伤害太重。显然，拜登政府觉得伤害他们是值得的，因为这些晶片的限制可以限制中国的军事用途发展嘛？有办法锁喉吗？中国出口管制反制美国的对这个中国的相关的措施，所以呢，他们用管制镓啦这些原物料来加以回应。那么现在五角大厦出现的问题了，就是说，中国管制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哪里废料中回收？这是伯伦博的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底首次向美国或加拿大企业签署回收镓的这样子的合约。那么之前国防生产法案的资金从来没有授权过在矿物上回收啊，现在已经不得已，中国如果真的不出口相关的原物料到美国去的话，美国的做法是什么？就从回收里面来做。可能短期可以，长期美国撑得住吗？制裁是一个万灵丹，不会自己受伤吗？美国在很多分析里头被认为它是一个热爱制裁的国家，它的外交政策常常会为了要
捍卫美国利益，可是真的是捍卫得了，还是真的最后结果是损害了美国利益呢？那文章分析里面甚至进一步形容中俄两大国已经加入了缅甸、古巴、伊朗、北韩、叙利亚、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就是美国指定的叫什么坏孩子俱乐部。所以中国在美国制裁国家名单的影响力过高当然是一个问题啊。中国拥有经济实力，还有外交影响力、货币稳定、流动性，在各国里面，当然对中美国会产生的冲击，这些管制能够影响多大呢？接下来当然就是观察指标啦，例如要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好了玻利维亚已经致力提高人民币来使用喽。从5月到7月这段时间价值2.78亿的人民币金融交易占了玻利维亚对外贸易的10%，也就是说，用人民币交易的比例越来越高，大概在10%的比例的时候，慢慢在起步当中。玻利维亚经济部长甚至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一个大型出口国会希望以什么货币来交易呢？不是美元，是自家的货币。尤其最近连数位人民币，中国大陆都在全力的推动当中。国际贸易来结算一下人民币到底在国际贸易的占比有没有在攀升呢？从名义上过去的3.2百分比，去掉欧元、重复计算等等的各种跨境支付等等，实际的占比也真的都已经到达了10%的地位。美元当然去美元化不是那么容易，要一段时间，但是人民币结算现在慢慢在一些他自己的系统里头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往更多发展的趋势里头。所以前白宫官员说，美国这个时候要冷静一下啦，要承认中国崛起其实对世界有益吗？承认川普白宫通讯主任的华尔街金融玩家安东尼说，中美关系的恶化并不符合任意方的利益，要承认中国的崛起应该是总体而言对世界是有益的，而不是拼命去打压跟管制。中美关系的紧张冲击到了，其实也是美国内部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委员，美国说要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 APEC 在旧金山举行的峰会，不会啦，不会吗？美国没这个本钱啦。李家超被禁止的理由不是他有小三是因为说李家超这个平复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那李家超执行了法令叫《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是北京制定的。那请问你不打习近平的脸吗？习近平怎么去参加 APEC 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是联动在一起的。那现在谁最想见习近平？不就是你拜登吗？那如果你拜登开的这个 APEC 峰会，你又见不到习近平，你在美国国内又会一落千丈，搞不好习近平不去，刚香港特首不去，柬埔寨会去吗？这个是很大疑问搞不好很多人干一杯酒转头就走所以我是觉得美国没那个本事当然有一些官员要放话放话就算了我是认为最后是不可能真的制裁限制他没有本钱嘛，我看破他的手脚，应该这样讲啦。我说你就没有本钱嘛因为筹码是在中国这边嘛，他现在不是敲锣打鼓，整天期待了习近平跟他见面吗？整个期待他参加 APEC 峰会吗？对，那你不去，那普丁本来就不想去了，到时候站在一起拍照，怎么短了一截？你有什么面子你东道主请不到人，有什么面子就像我们办流水席一样，我们做主人，那就没有人来吃饭，对不对？多没面子的事所以拜登跟美国官员算了，你们现在这个没这个本事做这个事，就不要吹这种牛人工中国盗窃人工这个美国人工智能我不确定有或没有，但是我确定知道美国国防部底下的国家安全局害到了中国的西安工大以及哈尔滨工大里面去偷人家的研究资料。那你美国啦，你美国不是不会偷人家东西吗？都被逮到了所以谈这个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你有本事就偷那没有本事就算了那现在拜登说要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国的科技投资，这已经没什么重要性了。到时候是你的几个科技老板们哇哇叫没有关系，你去牺牲你科技老板的利益那中国趁机不买你的东西，就自己打铁自身硬，自己做一做。虽然短期内比较辛苦啦，但现在中国的出口的厨不够，你不很紧张吗？你不回收吗？我跟你讲厨就像盐巴一样，做饭不能没有盐巴。那你说现在缺盐的话，你不去跟盐商买，那你干什么事呢？你说我可以回收，你到那个废水里面、收水里面去回收盐巴，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可是你成本多大？你品质多大？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再回收你每天正常的量？这是个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难题，所以牛就不用吹太大
你不拿出来好好谈判哦，就你就本身连外交政策讲说制裁是万灵丹吗？啊，你这个惩罚措施损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你美国一定受得了吗？哎，这个不见得哈。那大家比赛嘛，我砍你一刀，你砍我2刀，我砍你3刀，你砍我4刀，看谁先倒嘛。制裁就有这个现象啊。那你越搞到最后，你看你制裁俄罗斯，大家开始怀疑美元啊，开始不敢买持美元的资产啊，最后搞到连瑞士信贷都倒闭，搞到最后连你美国银行都摇摇欲坠，就是美国自己干的事啊。那只是中国的这个人民银行太厚道了，没有在那个乱的时候是踹你一脚，对不对？把所有的美债统统抛光，把所有美元统统杀掉，拉抬人民币，让你美国过个苦日子。所以我这样怀疑说，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到最亲美的机构哈。那你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还玩这个游戏，我看不出来你美国。我觉得前白宫官员算是看一看脑筋比较清楚了，说，美国冷静一下好不好？我们先冷静一下，要打得赢才算了，你不要跟俄罗斯一样啊，制裁俄罗斯，最后倒下去的德国，那更不划算了。将军怎么看这个僵局？我们看所有中国跟美国现在的态势啊。美国在处处是求战啊！我要经济制裁，我要封锁，我要围堵，是吧？中国大陆是唱和太平洋够大啊，大家可以共同生存的，它就不是一个公式的了，是一个大家合作的一个战略。大家现在很奇怪，刚刚蔡委员讲，是你拜登要想去跟习近平会面，对啊，一边要求人家会面，一边又给那么多制裁。不停地发布这个制裁，对不对？后来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啊，吃烧饼油条，那个油条店要涨价呢，他就把油条做大一点，涨价了。过2天呢，油条慢慢收回去了，这达到他涨价的目的。美国没有筹码跟习近平去要求他见面嘛，他就变筹码，我就多好几项制裁。到时候要释出善意啊！我这个制裁停了，我对台湾军售停了，我橄榄枝递出来，你要不要见我？这就是没有筹码变筹码玩的把戏。第二个，美国在世界上的这个行为啊，不是偷就是抢，还有勒索。台积电不是被勒索去的吗？那行为不是跟抢差不多吗？把你的账单交出来，你的成本交出来，你的客户交出来，你的科技交出来，还要你拿钱到美国去投资，这不是抢吗？勒索带抢嘛，他只是没有拿枪杆逼到台积电头上，你不去我枪毙你，他这种是勒索嘛，对不对？你说中国大陆骇客，全世界的骇客没事就一天到晚嗨呀，嗨来嗨去的，看谁的本事高啊？你美国没有嗨吗？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啊。在我们从小看的一个美国啊，这个正大光明的这个民主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怎么讲呢？卑鄙龌龊的事情都是他做的。你看他 CIA 在全世界制造多少混乱，对不对？你看俄乌战争不是这样吗？乌克兰你放心，我训练你的军队，你克里米亚被拿走以后就是训练，然后你可以进入北约，你可以进入欧盟。那个傻瓜就开始发动战争了嘛，就跟俄国要打嘛，对不对？现在美国掏的钱太多了，又说你这个资用不当了，你贪腐了，你不知道感恩了，这些事情出来。但是还是不能加入北约。对，还是不能加，因为美国也不出兵。你看看美国的行为啊，当初挑动古巴的自由分子要革命，猪猡湾事件，等到这些革命分子拿了枪拿了炮的时候，美国答应的资源都没有了。库德族去打叙利亚，打完了以后用完了，库德族他也不让你独立了。那阿富汗讲了2兆美金下去，阿富汗后来总统讲，我只拿到5000万，另外1500万是你商人跟你的军方弄走了，所以匆匆忙忙又撤退。所以你说这个国家有信用吗？那当年我们抗战打了8年，中间前4年我们打了这么辛苦，美国还在卖石油、卖战略物资给日本呢。你是站在自由的这一边吗？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就太相信美国能够出兵保卫台湾，尤其是绿营的这些老百姓，这是很危险的。美国是个老奸巨猾的商人，没有重大的利益，他不会做动作的啦。你看乌克兰打了什么500多天、600天了，美国有一个兵参加吗？只是烧钱，你死人，你去抗日本、抗俄罗斯。那将来台湾的角色不是这样吗？给个3亿
3亿能买什么啊？教授怎么看哦？当然 ，APEC 在拜登的选情里头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一直说拜习会不就是也在炒作他某一种情况的选情吗？那会不会见得了面？好像跟他选举有没有帮助，会是一个关键的影响。那您怎么看接下来的发展？当然，拜登选前一定要把这个经济做好回稳。那美国经济内部经济跟美中关系是联动的，绝对是这样子。我们看啊，美中交恶，美国制裁有没有用？这个问题从川普的贸易战就开始，我们就知道了嘛。美国不断的制裁，不断的加关税，害到的是谁？他会反弹打到自己啊，对不对？你制裁人家那个铁跟铝，结果自己美国国内的汽车产业就受伤，连日韩汽车产业都受伤。你让他们的整体成本上升嘛，所以大家日韩哇哇叫啊，跟川普说你不要再用关税。所以那个时候拜登在竞选的时候说，关税好用，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结果他上任之后也想不出其他，对他照做想不出其他好用的东西啊，他继续磕关税，磕人家脚踏车，中国大陆进口美国脚踏车内衣的关税。所以戴琪说，我们其实对啦，可是磕内衣跟脚踏车没有用啊。你去看美国那些杂货店Dollar Tree 那种很便宜，我们讲台湾叫10元杂货店现在没有10元的了美国以前10元杂货店是算便宜的，现在涨了很多啊。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也知道，现在拜登不玩这个一般货品的关税，他要制裁什么？晶片。所以耶伦前阵子刚结束访问中国大陆，他讲了一句话，说美中之间不是 tit for tat，tit for tat 中文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说美中之间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美中之间就在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为什么？去年的这个时候，拜登就推2022年的晶片与科学法案，基本上那个里面并不是说要什么进口晶片，他用补贴美国跟友邦的晶片供应商来美国制造设厂，甚至还有什么购买美国计划希望用补贴的方式让你们赚钱。后来发现不对，这样子赢不了中国大陆的科技战，所以他什么？他就开始进一步的说我要进晶片，所以他就叫 NVIDIA， 就叫 AMD， 叫 Qualcomm， 叫 Intel， 说你们现在不可以开始卖晶片，特别是高阶晶片，不可以卖给中国大陆，连量身打造帮中国的稍微低阶的也不行，都不能。一开始那些他们说，那我们量身打造一个让你进，拜登说对不起，这也不能。那你觉得中国大陆不会反制吗？他就给你反制啊，他就制裁你美光，后来加跟者他也制裁你。对，这个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拜登看到了，哎呦不对，你们开始要玩这个了，这样下去两败俱伤。其实观察家就说，科技战打下去也是两败俱伤。你想想看，美国这些巨头啊，他们在中国大陆赚多少钱啊？真的，你这样限制他们最主要的买家，对，不能卖晶片。坦白讲，你去华强北我前阵看了报道，广州华强北他就在卖 NVIDIA 的晶片，只是很贵而已，卖的很少。你去进，他们还是有办法拿到了。所以基本上拜登也知道说，接下来8月有可能要有新的禁，雷蒙多讲嘛，我们可能要用新的行政命令来禁止晶片。你觉得那几个大老板会不会跳脚？一定跳脚。Intel 老板第一个一定跳脚。我们台湾可以赚一把，我们在光华商场买了，也带到广州去卖。对，大家去光华商场。这个倒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来看看，把目光移到南太平洋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跟相关的官员现在都在这里相关太平洋地区访问，尤其是在澳洲。那其中Austin 突然就公开的表达说，在东海、南海、太平洋、西南部这些地区都看到了令人不安的中国胁迫行为，所以他特别说中国在太平洋霸凌所以他誓言要继续支持盟友跟伙伴，保护自己免于霸凌，就是叫大家靠向美国的概念。但澳洲的这个总理艾班尼斯就是在部长会议上表示，对美国的核潜舰也充满了信心他相信美国向澳洲出售核动力潜舰，协议正在按计划进行。是意思就是说，就是可以保护澳洲了吗？澳洲智库还呼吁对中国的 AI 相关产品要进行监管因为有担心中国干预甚至这个风向让民众使用上都已产生疑虑，所以澳洲的微信用户数量突然骤降了将近30%，这个是在澳洲的氛围。不过南太平洋可不是都这样，像比方说纽西兰，它就不是这么
往美国完全的支持跟靠拢。外长明确拒绝加入阿库斯。布林肯虽然说，阿库斯的大门向纽西兰大开了，还去访问嘛，这扇门很快就被马胡塔重重的关上了啊，因为纽西兰外长公开表示，我要明确的表达一点。不会加入这个组织，那个是我们不得不出卖灵魂才能加入的俱乐部，所以拒绝。所以布林肯这一次的外交行动算是受挫了。不过呢，同时拜登在受访的时候特别提他特别提越南，大家就想为什么是越南？他说呢，他接到了来自越南领导人的电话，希望我参加G20跟我见面，还要提升成为主要伙伴关系，跟俄罗斯跟中国一样。我没有忘记过去越南总理范明正是怎么讲跟美國的關係跟互動，聽聽這段談話。Mình thì nói thêm với là như là dài dòng như kể cả tôi với ông ngày xưa thế mãi mình tìm được tiếng nói chung nhưng mà thôi nó lắm vấn đề 记得吗？那个是越南总理当时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被媒体录下来，他私下怎么嘲笑拜登，而且他对于美国造成了俄乌战争的后果，完全是很直白的在嘲笑哦。但是他有这么高的警觉之下，是不是真的如拜登讲的？他特别打了电话呢？目前越南没有做任何的回应，也没有证实啦哦。但是是不是在这个相关的国家周边呢有一些部署？的确是如此的。例如《环球时报》就报道了，美国一直想到云壤海军基地去搜查，结果被柬埔寨顶回去了。洪森首相曾经愤怒的说又不是犯罪场所，随便你要来搜查就搜查呀，我允许你访问，不是去搜查的。而中国呢也做了因应措施，例如有个最新的消息是，划设了10万平方公里在南海有个禁航区。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个类似8月26号这个时间点，就像过去日本海域一样。会有一个禁航区，从青海、浙江要发射东风飞弹导弹吗？设定就掉落在南海区域之内，所以在南海这个地区要用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来做禁航哦。那山东号航母也展开了实战训练，甚至有个最新的影片被发布，是中国的4秒电磁弹射微重力。我们来看看画面，就是用这个最新发展的重力实验装置首次公开，4秒钟之内可以让电磁弹射跑的让飞机啦，福建舰3条电磁弹的跑道比美国福特号少1条，可是呢，推进的吨位更大，代表他们在提升新科技的战力吗？将军怎么看最近这些各自的部署，南海啦，或者是新的这个禁航的规划演练？其实美国讲那个话很没道理的。你在海外布置的基地有多少？控制的港口有多少？控制的水道有多少？今天中国大陆在这边搞个云壤的这个，不管商业也好，军用也好，就算是军用好了，你有什么道理去批评人家？何况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陆要搞"一带一路"嘛，"一带一路"一定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嘛，那中间的船要不要补给呢？要不要加水、加油、加蛋、加食物呢？所以这个东西只准你霸凌啊！像东南亚东南海讲，澳洲要 AUKUS 要人家纽西兰参加，是你常年霸凌人家，今天人家跟纽西兰稍微好一点，你马上那个，我就讲嘛，那非洲草原那个狮子它画地盘是每个地方撒泡尿，突然闻到一个不是自己尿味了，他就不紧张了，是另外一头公司进来了嘛？事实上这个不是这种行为嘛，是吧？越南。那更不要讲了，越南本来就是共产主义，跟苏联俄罗斯搞得很好。自从中越战争完了以后，到现在跟中国还是要搞"一带一路"嘛，要建铁路嘛，要基建嘛，要投资嘛。那美国这边你航母停一停，靠一靠，我也是两面互取利嘛。那航母靠一靠也不代表能够发生多大的作用。所以现在全世界在这个两极的里面在拉拢这个伙伴。来围堵，来造势了，来互相威胁，越来越看美国现在比较松动了。因为南太平洋里面很多国家拒绝了，我不参加；纽西兰我不参加，越来越多极了。对，南美很多国家已经变酌情了，
对不对？那非洲本来就不是美国的地盘，美国只能抓到 G7 那几个 ，G7 里面同样有法国有不同的声音。那最糟糕的是中东跟中亚，中国大陆这手伸进去了，是吧？那中东这里面所有的矿物，因为这个铁路开通以后，跟中国大陆可以做很多的生意啊。那个中东，沙特是有钱的，阿联酋是有钱的，跟伊朗也投靠过来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世界的局势看起来，美国是感觉到老大徒伤悲啊，自己以前的所有他的哥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在走了。所以这个现实的嘛，你虽然是全世界一霸，但经济发展你制造国在中国大陆啊，商贸行为在这边呢，你只有金融管制的优势啊 ，SWIFT 对不对？管汇差，管美元霸权呢，现在也慢慢开始往下退了。所以在这个退势里面，美国的原型就表露无遗了，急了，统统要下重手了，对不对？但下这种重手的情况之下，又缺乏沟通，那当然就担心接下来在区域当中发生什么动荡。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深入的讨论。美国近来几位比较重要的官员，包括国防部长布林肯纷纷往澳洲、纽西兰、南太平洋这里来移动哦。不过，澳洲跟纽西兰对于美国的态度却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两边的政治状况有所不同，但澳洲也在调整了，因为他们前面那个澳洲总理莫里森似乎脑筋短路才会干了那么多的事情让澳洲的经济受到蛮大的伤害。纽西兰的外长马胡塔这个原住民的外长真的聪明，不过他的用语我也局部同意。他说加入 AUKUS 就是出卖灵魂的俱乐部。那我想了老半天，什么叫出卖灵魂的俱乐部一就是贩毒嘛，二就是卖淫嘛。对，所以 AUKUS 就是贩毒加卖淫的俱乐部，就马胡塔就是做坏事嘛，才会解释成这样子。那是不参加，还踹他一脚，就表示他对这个组织是很瞧不起的那奥斯汀又讲说，中国的胁迫行为，中国有胁迫纽西兰吗？没有，还帮助纽西兰。那中国有胁迫澳大利亚吗？有，为什么？你澳大利亚前任总理这个莫里森整天高调的在反中，你反中我还不反击啊？那反击哪叫胁迫这是有理由有原因的。那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联合国都这么说啦，那就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算胁迫。有胁迫你日本吗？日本不最近才说什么半导体的原材料不卖给中国吗？你美国不是胁迫的更多吗？还有东南亚国家谁胁迫胁迫哪个国家？他就是。连奥斯汀这样的一个大将军也要去讲谎话，那只要能够稍微讲中国的坏话，是不是自己的心肠就变得很舒服啊？我不太理解这种说法。倒是越南比较聪明啦，越南怎么样？中国高铁麻烦你帮忙，然后美国你航母要来的话，我也收费两边赚钱保持平衡。那相较之下比较笨的就是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啦，我要亲美反中，就亲个老半天，发现美国开始跟中国在那边抛媚眼，那你不是傻眼了吗？所以我是觉得笨的人不蔡英文第一名了，聪明的人越南第一名了。因为外交政策越多元，当然国家更有利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们看到，在南太平洋，甚至在东南亚的部分，中国也新设一个南海禁航区，马上就要进行试射，在各种军演里头，各方的平衡。所以我们常常看说，越南对于这个美国在提倡这个自由航行，好像鼓掌叫好，因为他说他南海上面吃了很多中国的亏，从早期的永暑礁事件，对不对？然后越南国内其实越南人对中国还是有点反中的情绪。问题是越南的高层跟中国的高层关系很好啊。他们关系很好，而且每次在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会有一些迟疑。所以我们在研究越南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常常用避险hedging 来解释越南在美中之间不选边，不想把一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或者是经济要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这是在我们讨论避险的时候最多在讨论的东西。甚至新加坡总理对也讲说，我们干嘛选边？我们要维持等距，他就用 equal distance。聪明，这是刚才帅将军讲的嘛？越南人啊，他委员讲越南人最聪明，他们真的很聪明。好，不只是越南人聪明，菲律宾人也聪明啊。你看小马可是一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跑去跟北京说，来，我们继续再谈南海共同开发油气。哎呦，那个是